我不想把这个话题简单地理解成，我是美国人，所以我就只能讨论美国事务；我是中国人，所以我就只能讨论中国事务。但实际上，我想说的是，我不想替中国辩护，但是我也没有必要为美国辩护，为美国永远正确而辩护。所以我想用中文讨论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很多中文世界的人讨论美国的时候，常常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压成一句话：美国也坏。所以这句话当然没错，美国当然坏，美国当然犯过很多错误，美国打过很多战争，干预过很多国家，也支持过很多糟糕的政权，造成过巨大的死亡、混乱和灾难。越南、越南、伊拉克、阿富汗、拉美、中东，这些问题都不是宣传材料编出来的，他们是真实的历史。作为美国人，我没有必要假装这些事情不存在。我也不认为美国的每一次海外军事行动都是正义的。当然，有很多战争可以被质疑，它的合法性、正义性、战略代价、道德代价都应该被讨论。所以我不是要替美国洗白，我只想说，如果你说美国也坏，那你只说对了一半。美国的霸权当然有罪恶，但美国的霸权也有很多功能。所以很多讨论中文的人才故意跳过这部分。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盟友？是因为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人道德高尚，没有那么幼稚。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欧洲、菲律宾、以色列，还有很多安全伙伴，他们当然知道美国自私、傲慢、双重标准，他们当然也知道美国会优先考虑美国国家利益，但他仍然愿意和美国站在一起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一件最现实的事情：如果我真出了事情，美国可能会来。美国不只是会发联合声明，美国不只是会在联合国投票，美国不只是会让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严重的关切。美国有航母，有海外军事基地，有运输机、轰炸机，有情报系统，有保护伞，有核保护伞，有全球的金融体系，有全球的军事投送能力。这就是霸权。霸权当然危险，霸权会制造恐惧，霸权会制造很多战争和道德争议，但霸权也有一个现实功能，它能让盟友相信，我跟你站在一起，不止一起做生意，我还可能得到美国保护，这才是美国体系最硬的部分。很多国家跟着美国走，不是因为美国道德完美，而是因为美国提供了一整套东西：安全保护、美元体系、资本市场、大学、科技、情报、同盟、法律、跨国公司、国际组织、媒体网络、文化影响力。这不单纯的是一个国家，这是一整套秩序。当然，这套秩序并不干净，美国人会滥用它，美国人会用它制裁别人，美国人会用它来维护自己的利益。美国会讲人权，也不会和讲盟，也不会彻底，也不会只和讲人权的盟友合作。美国讲法治，但也做出了很多违背法治的事情。这就是美国的虚伪。作为美国人，我不否认这种虚伪，但问题是，虚伪并不等于无效。美国的体系很虚伪，但它能运行；美国的体系有罪恶，但它有功能；美国的体系经常背叛自己的价值，但至少创造了一种可以让更多国家接入上升通道的机会。日本、韩国、台湾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、西欧这些地方当然不是因为美国施舍才成功，他们有自己的教育、产业、治理、社会纪律、国家能力和制度建设，但美国的体系给了他一个外部平台，这个外部平台包括开放的市场、转移技术、美国金融、大学体系、跨国公司、相对可预期的规则。所以，美国体系不保证成功，但是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能性，让你有一个机会，一个更富裕的机会，一个更开放、更可信、更安全的社会。这就是美国体系真正吸引的地方，不是美国人更高尚，不是美国人永远政治正确，而是美国提供的秩序，平均看来能让更多国家进入高收入、开放、技术先进、制度相对稳定的状态。那么中国呢？中国当然有很大的影响力，中国有巨大的市场，有巨大的制造业，有基础设施能力，有贷款，
有商品，有港口，有铁路，有外交影响力。中国可以修铁路、修桥、修港口，中国可以在联合国互相支持。这不是没有用，这非常有用，尤其对于很多政府来说，非常具有吸引力。因为中国经常对外不问你是否民主，不问你是否人权，不问你是否透明，不问你是否新闻自由，不问你是否司法独立，不问你身处何处，不问你的政权是怎么来的。中国问什么？中国只问你的资源、你的市场、你的港口、政府关系、政府支持，然后中国给你贷款、基建、外交保护。这套模式短期看来非常有效，尤其对那些不想被西方问责的政府来说非常舒服，因为中国不要求你改革，中国不要求你开放媒体，不要求你尊重反对派，不要求你司法独立，不要求你接受公民监督，只要你给中国，只要你给中国资源、市场、港口、政府支持，中国就可以和你做生意。这就是中国对外模式最现实的一面。我不认为这一套东西完全没有价值。很多发展中国家确实需要基础建设，他们需要修路、修桥，他们需要贷款。在美国，有的时候只会开会、写报告、谈价值，但不一定真正给你修路。所以我不是说中国政府所做的项目都没有意义，这些项目当然有意义，但中国输出的是交易，不是秩序。交易可以很快，秩序很慢。交易可以修一条路，秩序要建立信任。交易可以给你一笔贷款，秩序要回答问责。交易可以让政府满意，秩序只需要秩序要让普通人相信。中国可以修一个港口，但它不是给你一个可信的司法系统。中国可以修一条铁路，但它不能给你一个自由的信息环境。中国可以给你一笔贷款，但它不是一个可以被普通人监督的政府。中国可以帮一个政府维持关系，但它很难真正帮一个国家实现社会的现代化。这就是美国体系和中国体系的根本区别。它经常背叛自己宣称的价值。中国的问题，它连这些价值本身都没有建立起来。美国说人权，说法治，说透明，说民主自由，说的很多，做的不够。美国有贫富差距，有政治撕裂、枪支问题、毒品问题、医疗成本问题、住房问题、产业空心化问题，这些问题都是真的。作为美国人，每天都能看到美国制度的失败。美国不是天堂，英国也不是天堂，欧洲也不是天堂，但美国和英国不太在乎。美国和英国太在乎人权、法治、透明度，更准确的说，他们的这一套价值观有很强的价值语言，但经常和现实会脱节。他们会利用民主、人权、法治去批评别人，但自己国内也有严重的社会问题，这就是虚伪。但中国的问题更深，中国不是说价值说的太好，而是远远的做的不够。中国的问题是很多基本问题，你甚至不能正常问，你不能自由的批评最高权力，你不能自由的组织反对派，你不能自由的访问全球互联网，你不能自由的使用谷歌、TikTok。很多政府相关话题下面评论区会被清空，很多敏感词不能搜，很多历史问题不能讲，很多现实问题不能问。然后中国说中国有中国式民主，那我作为美国人，我会很直接的问：如果这是一种民主，为什么普通的中国人不能自由解释它？如果这是一种民主，那为什么很多评论区要清空？如果这是一种民主，那为什么普通人不能自由的批评最高领导人？如果这是一种民主，为什么中国人不能自己不能访问全球互联网，然后自己向全世界解释什么是中国式民主？不是美国人理解不了中国式民主，而是我认为中国式民主大部分中国人自己也不了解。中国式民主没有给中国人足够解释他自己的机会。一种民主如果需要不能自由上网，如果不能自由上网来解释，如果靠不能自由批评政府，如果靠不能自由批评政府的人来证明，需要政府清空评论区来维护，那他为什么说服全世界？
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是觉得 YouTube 也删评论，谷歌也删评论，TikTok 也删，但是中国的删评论非常混乱。YouTube 会删评论，会删垃圾讯息、删诈骗、删骚扰、仇恨言论，频道主也会删。但是 YouTube 审核有很多问题，它会误删、会限流、会黑箱、会受到广告商和商业利益的影响。我不否认这些，但问题是删不删，谁在删，为什么删，删到什么范围，被删之后有没有别的表达渠道？删除是国家权利还是企业行为？你能不能批评删除者？后果是账号问题，还是现实的风险？如果餐厅老板把一个闹事的人请出去，和国家把一个人抓走，都可以叫你闭嘴，但这不是同一种权利。YouTube 删评论更多是更多是基于平台治理，最多是基于平台言论的仇恨言论的泛滥。但中国大陆很多评论的删除背后是国家权力，是意识形态，是社会控制和政治审查。一个人在平台上说了，一个人在平台上说了整个社会的不好之后被删除，就完全不是一个信息维度。所以我也不接受这种偷换概念。美国有审查，所以中国审查没问题；美国也删评论，所以中国清空评论也没问题；美国也虚伪，所以中国就是可信的。不是这样的，美国有问题，并不等于中国有答案；美国虚伪，并不等同于中国诚实；美国霸权有罪恶，不等同于中国模式有多吸引人。这是很多讨论中国问题的人常见的逻辑错误。他们太依赖美国也坏，美国坏，最多只能证明美国坏，美国不完美，它不能证明中国更好。你要证明中国更好，不能只骂美国，你必须回答：中国能让人，中国能让人更自由，中国能让政府更透明，中国能让司法更可信，中国能让信息流通更加流通，中国人能让普通人批评最高权力的时候不恐惧，中国人能让自己的伙伴相信，自己出事的时候，中国会站出来。中国不能让一个国家跟着他走之后，只是让政府更安全，而应该让社会更富裕，让人更有尊严，这才是问题。如果回答不了这些问题，中国就不能完全替代美国。它可以成为一个强国，它可以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，它可以成为一个贸易大国、贷款大国，可以成为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大国，但它还是不能替代以美国为首的全球秩序中心。真正为全球建立秩序的，不只是美国，不只是钱、货、港口、高铁，也不只是大使馆的声明。真正的全球秩序是让别人相信你的规则，相信你的承诺，相信你的司法，相信你的货币，相信你的信息环境安全保护，相信跟你合作，不只让政府受益，而是让社会和普通人也在受益。中国现在还没有建立这种信任。中国有影响力，但它的影响力更多停留在交易层面。美国有霸权，而霸权虽然危险，但它是一种秩序，是一种能力，这就是差别。所以中国现在可以挑战美国的制造业，可以挑战美国的一部分科技，可以挑战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，可以挑战美国在一些国际组织里的话语权。但中国没有真正回答的问题是，最硬的问题就是你的伙伴出事了，你来不来？你承不承担风险？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海外项目？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朋友？你能不能让你的伙伴相信，站在你一起，不只是能拿到贷款，更多的是安全保护。如果不能，那中国就不能只抱怨别人，那中国就不能抱怨别人不尊重他，因为大国输出的不仅仅是影响力，因为大国的影响力不仅仅是靠自己宣传出来的，不是靠外交部不是靠外交部发言人骂出来的，不是靠网民喊出来的。大国的影响力是让别人相信你能提供安全、规则、市场、信任和未来。美国的霸权让人害怕，但它也让盟友安心。中国的问题是，
他已经经常让别人感受到压力，却很难让伙伴感到安心。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困境。他很强，但不够可信；他很有钱，但不够有吸引力；他会交易，但没有产生秩序。所以我认为，今天的世界不只有美国和中国，欧洲重要，日本重要，印度、东盟、中东、俄罗斯都很重要。但如果把世界秩序抽象到最后，主轴确实越来越像 G2，也就是美国和中国，一个是旧的秩序中心，一个是最大的挑战者。当然，其他国家不是棋子，他们会选择，会摇摆，会套利，会保护自己的利益。但今天最核心、越来越绕不开的问题就是中美竞争。问题是中国到底拿什么来挑战美国？如果只是制造业不够，如果只是贷款不够，如果只是基建也不够，只靠骂美国、骂美元霸权也不够。所以美国有没有问题？美国当然有问题。我们天天可以在新闻上看到美国这个问题那个问题。但是这和中国能不能提供更好的秩序是两个问题。美国不是完美的答案，但中国不是替代者，这才是世界最尴尬的。作为美国人，我知道美国有很多问题，我也不希望世界只能在美国霸权和中国权威之间选择，这不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。但如果今天必须两个体系选一个，我会说，美国的体系是他经常背叛自己的价值，中国的体系是他没有建立足够可信的价值和规则。美国有虚伪，中国有封闭；美国有战争，中国有审查；美国有霸权，中国有交易。美国会伤害别人，但美国也能保护盟友。中国会和很多国家做生意，但中国还没有证明自己能够提供真正的全球安全和秩序可信。所以我不会说美国无罪，我只会说中国还没有资格代替美国，中国还没有资格来替美国说美国有罪。交易不是秩序，贷款不是信任，基建不是文明吸引力，市场不是盟友关系，反美不是国际影响力。如果中国想要挑战美国，那它不能只靠美国坏，它必须证明自己更好。而目前为止，中国还没有做到。我希望我开了这个麦克风，因为今天是测试，所以我希望我看我是开了。好，我希望每天都有时间能坐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，但是前段时间在忙于自己的私事，所以我们还是在努力的追求视频的一刀未剪。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很有逻辑的表达自己的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核心能力。所以我认为长视频很有价值。我认为短视频当然很好，帮助人们节约时间，但是长视频可以让一个问题更系统的被表达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